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看另外一场 KVK 的匹配结果了，就是1606的那一场 KVK。可是1606的 KVK 不是才刚结束吗？确实，他们上一场 KVK 也就是跟1606、2377、G3 还有2489的那一场 KVK 才刚结束13天而已，他们就马上报名 KVK 了。那我在影片中是有跟大家讲到啦，因为他们这一场 KVK 其实比较无聊一点啦，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击杀治疗都比起2377还有2489相差很多的，就是讲他们在那一场 KVK 其实没有打到什么东西啦，所以可能是觉得说太无聊了，那一场 KVK 也没有什么东西打，所以他们就马上报名了 KVK。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玩家说什么东西，匹配又继续更加糟糕了。等一下我们看数字就知道为什么他又这样子讲。莉莉丝到底学会了什么东西？还是以前王国300名的方式去注册 KVK， 就是说玩家他们觉得说官方他还是没有改变了，就是以前300名的玩家实力去做计算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匹配结果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战力跟击杀，如果是说击杀的话，最高击杀就是1606，并且他们是只有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其他的王国都是2个在一起在一个阵营里面的，所以以人数上来说就有点不太公平了。但是以击杀来说的话，他们是最高的，但是如果他们跟某一方合作的话，都会造成不平衡，就很明显的问题存在了。可是他们不跟其他阵营合作的话，他们很难去打这一场 KVK。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假设说他跟这里击杀最低的阵营，也就是下面这个橘色的阵营合作的话，就会变成说他们的击杀有 4.7 兆的击杀，但是如果变成这2个阵营合作的话，就是有 4.6 兆的击杀。其实他们这样子左右打的话其实还可以啦，我觉得。可是就要看他们肯不肯合作，还有战力方面其实也是问题啊，因为这边加起来的战力呢不如这边战力这么高，因为左边合作的话就变成说他们这里的战力650亿，然后右边的话就是767亿，相差了100多亿啊，所以会造成战力上面会有一点不太公平，人数上面也是。但是比较多玩家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们把一些比较弱的王国全部也是挤进来这个地图里面的。你们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阵营，他们王国的击杀相差这么多，但是他们跟先锋王国配合在一起，尤其是2194啊，他的战力跟击杀是相差特别远的，所以就变成说这个阵营可能并不是这么活跃，这个阵营也是。不过这个阵营的2387的击杀还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啦，也就是说其实这一场 KVK 就是1606跟3308之间的决斗而已。而且我觉得有很大概率这场 KVK 会变成一个比较无聊的 KVK 啦，因为假设说他们真的就算是左边打右边也好，你们觉得这个阵营会跟1606决斗吗？在关卡4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下面这个阵营也是，他们应该不会在关卡4的时候出去跟对方决斗，毕竟你们也可以看到了，这里1606的击杀都差不多等于红色阵营的2倍了，然后这边下面还没有到2倍这么夸张，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都是比对方还要更高的。所以如果是以左右合作的方式到最后的话，应该也就只有皇庭跟关卡器会有战斗，温泉可能打一下子啦，可能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距，就比方说606他们的玩家比较少，所以或许在温泉那边会失败啦，如果是左边打右边的话。但其实也是有看到一些玩家说要1打3啊，就是要让1606打所有的阵营，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这个就跟上次2377的 KVK 差不多啦。那这里是看到有一些玩家反馈说，其实他们应该要把2个比较大的先锋王国放在旁边，就比方说把这个3308放在这个位置或这个位置，他们在关4的时候跟606战斗会比较好一点，而不是把他们放在角落。当然也是有一些玩家说3308跟606他们应该要跟一些其他的先锋王国报名 KVK， 而不是他们自己单独去报名 KVK
KVK 啦，但是我觉得要不要报名 KVK 是人家的权益嘛。那当然他们的外交结果也是出炉了，就是1v3啊，这个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到3308跟1606的说法，这个是1606的国王。那3308说他们想要一个好的 KVK， 他们建议2v2的方式来进行决斗，但不确定他们在之前的对话发生什么事情啊。但这里606的国王只是说明白了，并且说到尊敬的这个阵营跟这个阵营，就是两个战力跟击杀会比较偏弱的阵营，他就说到并不会跟他们在这一场 KVK 中合作。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两个阵营的国王或者是代表觉得说跟606合作他们不满意还是怎样啦。那他这边也有声明，这个是跟他们王国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他们更倾向于1v3而已。显然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跟3308还有3274结盟，因为如果跟他们合作的话，其实战力上面击杀上面都会差距很多，所以他们选择1v3。不过发帖文的这个玩家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他讲外国人很嚣张不尊重人家，他可能是讲606的国王啊，就是一意孤行想要1v3还是怎样。但是也是有玩家反映到，如果是2v2的话，会有不少玩家就是在那边抱怨啊，这边投诉说有一些什么问题之类的。但是如果是1v3的话，就没有人在讲什么东西了。当然也是有玩家说到一些重点啊，这个也是之前我在960的时候时常会看到的一些帖文啊现在也是在其他王国那边看到了。我是跟大家讲了，如果你们在先锋王国，并且你们很强大，击杀很高，玩家又很强的话，是没有办法避免那个事情的。这个玩家就说到，如果1606不1v3的话，人家就会说他们是懦夫。现在他们选择了1v3，大家又会讲他们为了名利而放弃真正的实力，不管做什么永远都是错的。黑子们永远都在那边哭哭啼啼，不然就是讲一些很酸的话，叫他们回家喝你妈妈的奶吧这个有一点好笑。更有玩家嘲讽到他们到底是勇敢还是说他们是笨蛋，他就回复到他说至少比3308那一班越南玩家越南菜鸟还要勇敢多了。因为3308他们就连1v3的念头都没有，他们没有胆量，都是一些臭男人，却打得像傻瓜一样，跟1818一样，只是他们的量级不同而已。哇，这个玩家好凶悍啊，好嘲讽啊所以不管怎样，其实以他们现在1v3的情况来讲呢，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1606这边是不可能会赢了，在1v3的情况下，因为你1v3不管是数据上面还是人数上面，肯定是比对方还要来得更少。尽管他在很多地方有安全区，就好像你关卡4没有打下的话，你还是可以进入到区域6还有皇庭里面去战斗。但是你进到皇庭里面，你能够建立旗帜的方向也就只有这个方向，但是你能建的速度有多快呢？对方他们人数压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可以获得胜利的。所以我们不要从数据上面看都好啦，只是光靠人数都已经知道结果了。那我听到一些1606的玩家他们的说法是，其实他们这一场 KVK 是为了要减少他们的肥胖问题啊，就是讲他们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战力很高，但是表现其实不是很好的那些玩家，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去降低自己王国的实力之类的。但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他并不是降低自己肥胖的问题，而是把自己王国给摧毁掉。因为1v3的 KVK 其实是很高压的，我自己也是打过类似这样子的 KVK 啦。不过不管怎样呢，我觉得他们在关卡4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出去的。至于其他的阵营会不会跟他们决斗，这个我不敢保证，因为这个阵营跟这个阵营的击杀呢是真的没有比起1606还要更多，除非1606他们选择两边去战斗呢，那或许对方他们还会出来稍微打一下跟对方挑战一下，否则的话我觉得不太大可能。那因为3308这个阵营呢，他们是肯定要等到最后才会跟1606碰面嘛，所以有可能是在关卡期，也有可能是在皇庭的时候才会碰面，所以他们将会是3阵营这边的最后底牌。所以你讲这一场 KVK 会不会很刺激很好看呢？我是觉得说应该没有比起之前我介绍的那一场1365还要来得好看，因为1365这
一场 KVK， 在他们关卡4一开放的时候，至少我们是可以看到2个实力比较接近的阵营对战，还有这2个实力比较接近的阵营对战，所以两边是可以看到他们战斗的，还会比较好看一点。但是这边差距太大，是不可能会看到他们战斗，或者是战斗的有多刺激，可能1天或者是半天就结束战斗了也说不定。但是我觉得假设说2v2的话，其实在皇庭还是有一点看点的，只是现在变成1v3，就看他们最后表现到怎样吧。也有很大可能他们在关卡期的时候都已经把兵力耗损到差不多了，在皇庭就剩下野战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撑了很多天，就比方说像之前960跟1093的那一场 KVK 这样子，他们坚持了6天在皇庭那边。当然我也知道现在看着这个影片的观众或者是其他玩家会觉得说，哎呀606这个决策太过鲁莽了。当然也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他们很勇敢啊，肯去1v3的这样子战斗啦。因为自从2377那一场 KVK 之后，就比较少见到有阵营他们是想要1v3的，而且1606也就只有一个王国而已。2377那一场1v3的 KVK 至少还有另外一个王国跟他们在一起。哇，最后我再讲一下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刚好我看到一个玩家放了一个图片，就讲到这一次的地图确实是长这个样子的。如果你们有看过我前几天发布的影片，就是特洛伊战歌的皇庭呢，是真的很多洞，有很多水，很多山挡着你那个去路。所以对于这一次报名特洛伊战歌的王国管理层来讲呢，确实是一大挑战啊！你要如何去建立旗帜，要如何摆放，如何设计那个路线，确实是一个难度来的。所以希望各位官员们加油吧。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有一些遗漏错误，或者是你们有在外交群可以透露一些东西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尤其是1606他们为什么会选择1v3的方式去战斗，因为有一点突然啊，这边截图看到不是这么多东西啦。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